您好，请问您找罗宾律师什么事儿？他为什么躲着我？不敢见我呀？对不起，他不在律所。什么律所拦所的？你赶紧把人叫出来！我刚才给他打电话，为什么不接啊？不敢接是吧？法庭上不能接电话。那你告诉他，他要是敢把我女儿房子卖了，让我无家可归，我住他们家去。那除非罗律师同意您住他们家去，如果他不同意，对不起，您还真不能住他们家去。我为什么不能住啊？啊，你说不能就不能啊？你是谁呀？违背住宅内成员意愿或无法律依据进入公民住宅，或进入公民住宅之后经要求退出而拒不退出的，被称为非法侵入住宅罪。乱七八糟的，我不懂。我告诉你，你别跟我这卖弄，你读过书上过学。我读书少，但我也不是好欺负的。罗宾不在是不是？行啊，带我找他们领导去。对不起，你别老跟我说对不起对不起的，你马上就带我找他们领导去。不孝敬父母，天理难容啊！还有人管没人管了？他宁可把这房子让那野男人给卖掉，也不让他亲爹住，天理何在啊？是您抛妻弃子在先吗？谁跟你说的？是罗宾还是丽娜？丽娜出生的时候您在哪儿？丽娜她母亲去世的时候，您又在哪儿？我告诉你啊，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，是吧？父母的心也是肉长的。孝敬父母，那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禽兽父母另当别论。哎呦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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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哎，我这心子，哎呦，您这是？哎呦！哦，喂，120吗？这里是金辉大厦。你们两个到网上去看看，咱们律所什么时候上过社会新闻的头条啊？把一个老年人气得心脏病发作了，这明摆着，他是要告我们，而且我敢说是一告一个准。前段时间有一个人在电梯里劝一个人不要抽烟，结果两个人发生争执了，那个抽烟的人急火攻心去医院了，那个劝抽烟的人被人家属给告了。那也没告赢。嘟囔什么嘟囔？老大，您别生气，您放心，肯定没事的。我刚刚去了一趟医院，医生都说了，他根本就不需要住院。那他为什么住院了？他非要闹啊，而且说自己无儿无女，医院也不好赶他，也怕影响不好。他的医药费你出，责无旁贷。你们俩接下来什么打算？明摆着，他们这是要赖在你们身上。没关系呀，他喜欢住院，那就让他住好了。我也乐意拿钱让他治治病。哎，丽娜她爸上热搜了。丽娜姐的事儿在极客上也炸翻天了，好多人在下边留言。你看，你们给评评理啊！自己女儿的家，这亲爹为什么不能住啊？具体是什么情况？您能给我们说说吗？嗨，你们不知道，我这女儿啊，特别的虚荣。自从她到了大城市之后，就没跟我联系过。她还把自己名字改了，她原来叫厉小娜，她把这小字去了，这让我上哪儿找她去啊？不是我抛弃她，是她自己把名字改了，她躲着我。丽娜在哪儿？他在休假，把她叫回来啊！他在海上，游轮上没有信号。我不管他在哪儿，你负责把他叫回来。你告诉他，躲不是办法。自然血亲产生的父母和子女关系，是基于子女出生的事实来产生的，它不依靠任何法律程序，也不依靠任何人为的方式来终止的。我换句话说吧，我退一万步讲，他的父母要是真是个混蛋和罪犯，你都不能终止和他的父母关系。这对子女是不公平的。说，确实不公平。一个男人
年轻的时候抛弃妻子，现在年纪大了，又要求自己伤害过的儿女进行赡养和照顾，这不等于是惩罚无辜的儿女，鼓励混蛋的爹娘吗？这是以德报怨。对君子以德报怨，对小人还真得以牙还牙。你是打算以德报怨呢，还是以牙还牙呢？那要取决于对方是小人还是君子。我警告你，速战速决，对方可是弱势群体，不要造成一种印象，咱们在欺负老年人。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他，他对我是百般的嫌弃呀，百般的刁难呐。他生怕他的同事知道有我这么一个爹。古语说得好啊，狗不嫌家贫也。我是没本事，但我是他亲爹呀。他倒好啊，吃好的用好的，他洗把脸还得用一什么仪器。我呢？啊，他亲爹呢？他亲爹是露宿街头，沿街乞讨，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啊！朋友们，你们说说，有这么当女儿了吗？太没良心了吧！罗宾，你给我说句实话，这个黛西是什么来头？不管他有没有来头，我们都不能把他开掉，把责任推到他身上。不是我把责任推到他身上，是原本就是他的责任。是厉伟正，是厉伟正在那儿耍无赖，您我都知道。就算厉伟正是个混蛋，你们家黛西也不是吃素的。这录像我看了，你想再看看吗？天下就没有不是父母，我告诉你，孝顺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请政府领导别人。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可贵的品质，强烈的正义感。两回事儿，正义感和正义的冲动是两种品质。老大，如果我们把黛西开掉，那就是在跟律所所有的年轻律师说，不要为律所卖命，明哲保身吧，因为你为律所冲锋陷阵，而律所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，就会把你拉出来当替罪羊牺牲掉。你拿主意吧，你的高级合伙人还没有通过，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看得惯你。你黛西选择吧，谁负责？我负责。咱们又回到当初那个话题了，你为什么要对一个实习生的冲动负责呢？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也冲动，而那时候是您站在我前面为我那些冲动负责。如果你需要一名律师，我可以。可怜的孩子，吓坏了吧？我把我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：如果你被告了，你需要一名律师，我可以做你的律师。我是一名很棒的律师，你不用考虑费用问题，我为你免费。另外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跟律所里所有的人都说了，不许就此件事情发表任何的言论，啊，也不许接受采访，还有就是那段监控录像，不允许把它发到网络上去。那段录像啊，我看了，你不用担心。虽说呢，你的表现不能算是完美无瑕，但是那段录像啊，充分的展示了什么叫碰瓷儿，什么叫老人变坏了。他那天呀是这么捂着胸口徐徐倒下的，看眼地，可真正的心脏病爆发呀是这样的。柯老师，
找律师找我。谢谢。别，我建议啊，你跟黛西最近最好躲一躲，别发声啊，也别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。你的意思是任由脏水泼到我们身上？我的意思是唾面自干。我没那么好的修养，你别误解我呀。那好啊，如果以后有人往你脸上啐唾沫的时候，我一定建议你唾面自干。哎，这唾面自干的书面意思是说别人往你脸上啐唾沫啊，你呢不把它擦了，让它自己干掉。但实际上呢，这是一典故。这唐朝啊，有个宰相叫娄师德，他呢深得这个武则天的赏识，所以引起很多人的妒忌。所以呢，他就在他弟弟出外做官的时候，跟他弟弟说我呢现在受到陛下的赏识，所以呢就有很多人妒忌我，在陛下面前进我的谗言。所以你这次外出做官的时候呢，一定要事事忍让。其弟贵曰：“自今虽有人唾某面，某视之耳，素不为凶忧。”翻译成白话文呢，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啊，哥哥啊，如果有人往我脸上吐唾沫，我就把它擦掉就算了，我一定不让哥哥担忧。娄师德说什么呀？师德忧曰：“此所以为吾忧也。人唾汝面，怒汝也。怒视之，乃逆其意，所以重其怒。夫唾啊，不是自干，当笑而受之。”什么意思呢？他哥哥说这个呀，正是我所担忧的。别人往你脸上吐唾沫，为什么呀？是因为人家生你的气啊，人家怨恨你，你拿手给擦了啊，这样你就违背了人家的意思，你会加重别人对你的生气和怨恨。那应该怎么着呢？别人往你脸上吐唾沫，你不去擦它，让它自己干掉，而且笑着把这事儿忍受下来。哎，我这跟你说话呢，所以说这唾面自干的意思啊，是说你不要去激怒别人。如果别人往你脸上吐唾沫，你要笑而受之。我就想知道啊，那兄弟俩后来怎么样了呢？武则天改唐为州，定东都洛阳为神都。这哥哥娄师德呀，得到了重用，出将入相，屡建奇功啊。那我想请问，那个唾面自干的弟弟又怎么样了呢？历史上没有记载。但是我跟你说啊，这事儿你必须交给我处理啊，我处理比你处理更合适。你现在已经被人贴上了无良律师的标签，不管你在做任何事儿，别人都会对你指指点点。我喜欢被人指指点点。我不喜欢。这是你的休假申请表。这是我5年前的休假表吧？依然有效。你从明天起开始休假，你的工作暂时交给何塞。好，但是我有个条件，说，绝不能把责任推到助理或者临时工头上。必要的时候，我会让你负全责，比方说，吊销你的律师执照。谢谢。我一定不辱使命，不辜负您的信任。是有条件的。我知道，不能推到黛西的身上，是不要推到任何人身上。我懂了，各方谅解。我的辞职报告。不要来不来就辞职，好不好？你，还有罗宾，你们休假，我批准的。这件事就这么定了，不讨论。你说罗宾这么冲动，你也这么冲动，这冲动是魔鬼。魔鬼微笑的时候也是魔鬼，跟冲动不冲动没关系。不是，那冲动总是不好的吧？我佛慈悲，也有金刚一怒。恕我直言啊，刚才封印说让你别掺和，这是为你好。你说你还跟人家金刚一怒，哎，
怎么都这么冲动啊？我不是让你去休假了吗？你跑回来干什么？我回来辞职啊。你听我的，先去休假，等我把你的事情处理完、处理好再回来，好吗？哎，刚才封印已经说了啊，这件事情呢交给我来处理，你们俩都去休假躲一躲。啊，你们聊啊。听我的好吗？这携程上呢有好多推荐，我给你们推荐一些度假胜地。你们是想找民宿？有完没完？休假啊！给自己找个新的秘书吧。你要去哪儿？你去哪儿？我送你好吗？你能不能不要再管我的事儿了？不能，这是我自己的事儿，我不需要你管。我不可能不管。你为什么要管？你给我一个理由。从你第一天上班就跟我在一起，我们每天一起上班，一起加班，我们几乎天天朝夕相处。我们在一起的时间，比你跟你的家人和我跟我的家人加在一起时间都要长。我现在不可能眼睁睁看着你遇到这种事儿不管，我不可能不管，你懂吗？这个理由够充分吗？够充分吗？我的事情不需要你管。罗老师，您没事吧？你怎么还没下班？我是想过来跟您说，跟你没关系。这段时间你的确也很辛苦，应该休个假。去吧，你的工资照发，带薪休假。丽娜姐，她真的辞职了？丽娜的父亲怎么样了？听说挺严重的。咱们听说的有点不一样啊。我刚从领导那儿回来，虽然有些话我知道你不爱听，但是我还要跟你说。我知道你跟丽娜的关系好，但是这件事情丽娜确实做的不对。不管她的父亲曾经对她和她母亲做过什么，那毕竟是她的父亲，该原谅就得原谅，不该原谅就不原谅。清官难断家务事啊！我是为你好，你不要趟丽娜这趟浑水。作为同事，你同情她可以，但是作为律师，要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，特别是在晋升高级合伙人的节骨眼上，不要节外生枝。谢谢。我知道一直是您在反对我成为高级合伙人。我只是认为，作为高级合伙人，你必须有经济效益，还要带来社会效益。罗老师他也帮助过很多弱势群体，做了好多的免费法律援助。比如说康奶奶做100件好事，做1件坏事，那100件就白做了。她做的哪一件是错事儿？就是你把丽娜的父亲气住院这件。不用理会他，回去吧。对不起。